is DJ Fu， 欢迎收看 Scratching the Dancing Way。那么，首先这是我第一个影片，我发现说，如果说当你在做 Scratch 的时候，你如果有个 flow 在，像是跳舞的一个律动在的话，那你能够在 Scratch 的时候保持一个稳定度。比如说，当你在推跟拉的时候，如果加一个律动在，像是这样子，你会有一个律动往前，然后是一个缓慢的往前推，然后再加快。那你拉回的时候也是缓慢的往后拉，再加快，会比你前后推的速度，以同样速度推的状况来说的话，前面这种比较有一个缓冲性的推跟拉，会能够降低跳帧的几率。再来，另外一件事我必须要说的就是，因为我很常使用像这一台吸带式的唱盘，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技巧是跟你使用一般的正常的唱盘机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我可能会告诉你们一些必须要做注意的事项。那 Baby Scratch 的话，它的发明者是 Gwen Wizardiero。那么，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个纪录片叫做 Scratch， 他有跟你讲说他发明这个最基础的 Scratch 的来由。好了，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唱片哦。像这种的，我们叫做Scratch 的工具片，它是这样这个样子，就是它会一直重复同样的声音。那为什么重复同样的声音呢？它其实是为了防止你跳帧，因为当你在很激烈的在 Scratch 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几率会跳帧，所以像这一种 Scratch 的工具片，它为了防止你跳帧，所以它的声音是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 R 的声音。那当它转360度回到同样的位置的时候，它还是一样同样的声音。也就是说，当你这个唱片跳帧的时候，它还是会是同样的声音，它不会声音不会做断掉，因为它是360度都是同样的声音。好，首先 Baby Scratch， 我们在做 Scratch 的一个动作之前，我们要先找到这个声音的开头。那么，什么叫做找到它的开头呢？我现在把声音打开。那我们要找一个声音是叫做 R 的，就是这个声音。那怎么去找到它的开头呢？你就是把它往它前后拉，去找到说那个位置的开头点在哪里。这个贴纸其实是你想要贴哪里都可以。那我会习惯说贴在这个声音的开头点在于0度角的地方，或者是指向于那个唱帧的位置。好，那你们现在知道这些，那我们可以开始学习怎么做 Baby Scratch。好的，那我的开头在这里。那 Baby Scratch 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做一个推跟拉的动作，推跟拉。Scratch in the Dancing Way， 顾名思义，那我就要加入一个律动在。好，那当我在做推的时候，我要做一个下律动。而拉的时候，我做一个回复的上律动。所以，如果说我做一个推
我的身体是往下压的，拉，我的身体恢复到原本的位置。这个动作呢，其实是会比你现在身体直直的推跟拉来说的话，会比较有一个去舒缓唱片的一个动作，去防止它跳帧。如果说你是使用真实的唱片，当你在放歌的时候，它不会像这种工具片是防止跳帧的。那如果说当你在接歌的时候，你做这种 scratch 的动作，如果不做一个防止它跳帧的动作的话，很容易当你在接歌的那个瞬间，它声音跑掉了，你接不到你应该要接的那个点。如果说你有时间试看这两种的区别的话，你会发现说，当你在做这个律动加 scratch 的时候，它跳帧的几率会比较低。而且当你在 scratch 加一个律动在的话，你也比较能够稳定你自己的节拍在音乐上面。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baby scratch 的一个练习。我们先做一个慢速的推跟拉就好了，推、拉、推、拉，下律动、上律动、下、上、下、上。好，刚才那是慢的，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快一点的速度。那再快呢？当你做一个下律动来回的时候，我们刮2次。OK， 那我们现在来跟着节奏做。OK， 以上是 Baby Scratch，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一个乐趣在当你在做一个 Scratch 的时候，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会定期的做一个更新的动作，我也会跟你们讲一些我所发现的一些心得在。那 Alright, have a good one.